你是不是觉得还有1个星期就过年了，现在才来减肥，会不会太晚啦？说真的，是有一点点晚啦。但是减肥不是说时间晚就不重要咯，问题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在这最后1个星期，既可以瘦身，又不会把自己逼到崩溃，或者是过完年了之后，体重反而反弹更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食品科学与营养毕业，目前还想继续学习更多的素怡。今天来快速拯救一下我们的体重，希望这1周的时间有一点点的帮助。但是我分享的方法不是一个让你1周可以瘦10公斤的方法哦，而且我个人也不推荐，也不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方法，而是让我们稍微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来让大家可以稍微减一点点的肥。很多人在最后冲刺减肥的时候，就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，比如可能1天只喝果汁，完全不吃碳水，干脆1天只吃1餐等等，很多的花样，看起来似乎应该会有效吧？因为我们都知道减肥就是要热量赤字啊。但是你真的觉得这些方法能够帮我们长期的瘦下来吗？难道你想要永远都在我要减肥的这个循环当中吗？或者你以为你看到你瘦了，过了这1周反而肥了更多，而且可能会更难减哦。研究告诉我们，这些极端的减肥方法的后果就是，要么体重很快反弹，要么你吃的越少，你身体留住的反而是脂肪、肌肉都流失了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气人？这样子又不行，那样子不行，要怎么办啊？而且你每天看到你的体重下降，有可能不是脂肪，而只是水分而已哦。那样其实也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减肥效果吧。所以第一步，我们要检视我们目前的饮食和生活习惯。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话，第一件事情就是 low hanging fruit， 先改变一个可以影响比较大的习惯，包括看看你平时选择的食物，早午晚餐、下午茶选择的食物等等，还有那些特别的日子和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所选择的食物和你的习惯。这里我分享7个例子。首先看看你是不是每天早上可能你要喝一杯拿铁来开启你1天的生活，那样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奶换成豆奶或杏仁奶，它的热量会比牛奶低，营养价值还是很高。豆奶的蛋白质是跟牛奶差不多，是比较高的。如果你平时的食物里面1整天下来，你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少的，你就可以优先选择豆奶。如果你1整天的食物已经有很足够的蛋白质了，那你就选择杏仁奶吧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已经可以让你少将近100卡路里哦。如果你1天需要喝2杯，你就已经可以少了接近200卡路里。补充一个小知识，要减1公斤的体重，我们需要减大概3500的卡路里的热量。1周来减的话，就是每天大概500卡路里。我们最多1周就目标减2公斤就好哦，不要多。然后新年后我们来个不一样的减肥，这个之后我再分享。第二个就是看看你的饮食用油量，可以稍微减少，或者是选择更有营养价值的油。同样的热量密度，可是选择比较营养价值的食物。你爱吃油炸的话，可能这1周就选择烤的选项，或者是真的很想吃炸的，就用家里的气炸锅来稍微减少一点油量。爱吃咸和甜的食物，就减少这2个，因为这2个其实会造成我们的水肿，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。可以多摄取高钾的食物，包括马铃薯、芦笋、香蕉、花椰菜、番茄等等。平时如果是爱吃加工食品的话，现在这1周全部换成原型食物，避免太多的汤类，尤其是味道很浓很够的那些汤的食物。然后饭前喝水，1天喝足够的水，可以减少我们有水肿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就不怕你喝不够水就储存多余的水分嘛。这些例子都是看似很简单，但是真的是对我们的减肥影响是很大的哦。而且我相信也比较容易可以达到，对吗？在这1周就先做这些事情。你还有什么好的饮食习惯建议也可以分享给我知道哦，让我们看看可以有做怎样好的改变，而且也是自己可以容易接受的。第二步，减肥要注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分量。
蛋白质是减肥的好朋友，比如鸡蛋、鸡胸肉、豆腐，还有我最爱的毛豆和鱼。如果你不喜欢吃鸡胸肉，没关系，你可以选择鸡腿肉啊，优先选择原型食物。这些食物都可以让我们感觉更饱，而且也可以确保我们保住肌肉，避免新陈代谢下降哦。也可以看看之前这个影片来简单的用手算一下你吃的蛋白质够不够。膳食纤维方面可以选择番薯、蔬菜、燕麦等等，都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，减少我们对零食的渴望。也可以看看这2个影片来了解更多膳食纤维的食物和它们的分量哦。第3步，增加运动量，不像你在这一周突然加大的运动量哦，这样子是没有效果的，反而会让你的身体担心、害怕，而开始储存脂肪和消耗水分跟肌肉。如果你是平时没有运动的，你可以逐步的增加运动量，比如说现在开始，饭后休息了一下子就散步30分钟，中间可以有10到15分钟是快步走的，或是早上起床之后吃了早餐，休息一下就准备一些力量训练。如果你是懒惰去健身房，没有关系，你把家里的那些大水罐拿起来举10下，一共举3次4次。如果你是有宝宝的，你就抱着它做深蹲，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肌肉流失的几率和增加新陈代谢率哦。第4步，建立习惯。现在开始先做一些简单的系统习惯，吃饭顺序先吃蔬菜、蛋白质，最后才吃碳水化合物。这样子的顺序可以减少我们的血糖波动太大，也让我们减少食物储存成脂肪的几率，同时也更快有饱足感，也不会饿得那么快。再来就是大脑传送饱足感信号其实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像刚才说的饭前喝水，这样子做也可以让我们不容易吃过量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吃的比较快，就会造成我们感觉到饱了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吃过量的时候了。另一方面，减肥其实很像考试前要的复习，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就拿满分，你只要有一对的方向，慢慢的进步就可以看到成果。现在我们先了解这么多，在新年过后，我想要分享不一样方向的一个想法，我们之后再谈哦。回来这里，现在我们要记得2件事。首先，健康比数字更重要。体重的数字不是唯一的标准，有可能你的体重没变，但是你的腰围已经瘦了1圈啊，这个才应该是我们想要的吧。数字其实只是一个参考数值，尤其是大基数的减肥就会更需要用数字来看看成果怎么样。但是基数不大的话，其实数字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们不要太过看重数字。第2，过年也要好好的吃。过年期间不要把减肥当成是压力，我们学会选择，不是选择不可以吃，而是像我之前好几个影片里面说的，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为什么想要吃，真的想吃了还是可以吃的，但是不要有那种好像很久没有吃，现在要多吃一点的想法，可以算是不服输的心态吗？反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吃年糕，我就吃1片2片，而不是想着我只有现在可以吃，我一定要吃够本，吃多多，吃1盘2盘。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和想要吃这些食物，是因为它难得，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想要永远一直吃那么多哦。有距离才美嘛。今天吃了1片2片，明天还想吃，再吃啊，没关系的，不要一次过吃太多。当你吃烧肉啊，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，也可以加入一些蔬菜一起吃。选择的肉类大部分选择原型食物。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啦，但是我自己和我周围的朋友都有发现哦，吃原型食物真的比吃加工食品或者是快餐来得更加的满足，而且也更开心，我们的饱足感的那种感觉也更加的舒服。这些小技巧都能够帮我们的饮食和心态保持平衡哦。最后，过年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重计崩溃，而是和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。健康减肥不是靠极端的方法，而是持续的小习惯哦。如果你能够从今天开始就实行这一些方法，我们不仅可以在新年前感觉更加的轻松，还可以在来年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开始哦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健康享受，也别忘了要好好吃饭，好好享受生活哦。我是素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按这里，谢谢。